上次给大家讲了一起发生在巴西的核辐射事故，两个小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废弃治疗机构里面偷出辐射源卖给了废品厂，因为发着蓝光，结果被无知的民众误认为是宝贝后分掉了。更可怕的是，一个小女孩直接服下发光物质后全身突变而死，实在是令人唏嘘。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另外一起发生在泰国的核辐射事故，整件事情的发生过程和后续简直和巴西的大同小异，只不过受害人群更大，但是赔偿方面绝对会惊掉各位的下巴。那么这场事故究竟又是如何发生的？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00年的1月24日。这一天，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欢度千禧年的喜悦当中。几名废金属收集者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收购了一个治疗装置，在他们眼里，这是一个将近100公斤的大家伙，拆除成功之后就能大赚一笔。于是，他们兴冲冲地把治疗装置拖回到了废品收集厂，打算日后慢慢拆解变卖金属。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个东西并不一般。他们回收的是一个未经安全储存的钴60辐射源。虽然大家伙上面贴着有电离辐射的警告标志，但并没有人认识，再加上也没有文字描述，所以这4名年轻男子自动将其忽略了。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把自己的性命全都给搭上了。到了2月1日，4名年轻男子迫不及待地想攻克这个大家伙，他们设法用锤子和凿子拆除，但只破坏了外层的焊缝。奇怪的是，里面还有油性液体渗透出来，处理起来还有点棘手。其实这已经是最后一个危险信号了，但是他们浑然不知，眼看着搞不定了，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个大家伙转移到其他废品厂试试。很快，2名男子带着东西来到北榄府帕拉登区的另外一个大型废品厂，在那里他们请了一位老师傅帮忙，用刀切开了内置的圆柱体。在这一瞬间，里面迸发出了一股黄色的烟雾，而且当圆柱体被切开的时候，有2个小小的圆柱形金属块掉了出来。有工人将它们捡起来后，还拿在手里掂量了一下。然而，就这一下的接触，他的手就瘙痒了起来。在不知不觉当中，在场的所有人以及附近区域都已经暴露在了可怕的电离辐射当中。此时，废品厂的女主人发话了：“剩下的你们就拿回去拆吧。”于是2名男子又带着大家伙回到了自己的地盘，但是没人注意到掉下来的圆柱形金属块，它依然安静地躺在地上。其实当时这4个人都已经陆续地感到不舒服了，还出现了轻微的恶心、头晕等症状。不过他们并没有当回事，甚至在回去的路上，为了稳定住大家伙，其中1名男子还用腿夹住了他。第2天，他们继续开始拆除金属部件，不过这次方便多了，他们成功分离出了铅，并且把它带到了废品厂出售。然而在接下来的1周里面，情况愈发糟糕了。当时接触过大家伙的所有人都深受辐射带来的头痛、恶心、头晕等症状。更可怕的是，一只经常待在废品厂的流浪狗离奇死亡，大家都怀疑是某种有毒的金属引起了疾病。此时这帮人才决定离开那些金属部件，但可惜的是为时已晚。除了头晕恶心之外，他们的情况日益恶化，有的人开始大把的掉头发，还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烧伤、手肿胀、腹泻、发烧等等。自从2月15日开始，他们相继前往北榄府医院就诊，进行了验血之后，医生才发现这是明显的辐射损伤症状。后来废品厂的老板也开始不停地流鼻血，到医院一查，白细胞严重减少，而且就连住在街对面的母亲也难逃厄运，出现了明显的不适。接二连三的病人让医生意识到大事不妙，迅速联系了泰国核监管机构 OAEP。在距离废金属收集者初次接触钴60辐射源已经过去了17天了 ，OAEP 派出了一个应急响应小组来定位和控制辐射源。他们从患者和医生处了解到了最初步的情况。起初，所有人都怀疑辐射源是那2个圆形金属件，但经过检测，它并没有放射性。小组成员又前往废品厂，然而在接近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附近的辐射值简直是正常水平的20倍。这个时候 ，OAEP 才意识到这是一起相当严重的放射性事故。很快，废品厂和附近的区域均被封锁了，但并没有疏散群众。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在2月20日的凌晨确定了辐射源的准确位置，随后被放置在一个屏蔽容器中，转移到了 OAEP 的总部。根据调查发现，这起事故的根本原因就是没能妥善保管辐射源。一个装有辐射性的废弃放射治疗装置就这样随意的被扔到废弃的地方，然后意外的被出售给了金属收集者，又散播到了废品厂。这次的事故总共有10人因放射病入院治疗，其中有人被烧伤了，也有人不得不截掉手指，还有3名患者死于感染和败血症，在接触后2个月内都相继死亡。除此之外，至少还有1872人受到了严重的辐射。在找资料的时候，我还发现有一个网友的评论让我感到不寒而栗。根据他的回忆，小时候从新闻里面看到，
有死者曾经试图打开那个该死的装置，坐在了上面，结果都被辐射腐烂了，真是太惨了。新闻一出，此事很快就成为了焦点，大家都很疑惑，这么危险的东西为什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就被人拿到呢？很快，根据放射的来源追查到了一个叫做 KSE 的电器公司。原来，在1994年，泰国曼谷的拉玛蒂博迪医院打算停用设施的放射治疗装置，并找到了 KSE 公司购买了新的设备。后来又因为旧的装置无法退回给供应商，于是就一并卖给了 KSE。不过，实施这一系列操作之后，医院和 KSE 公司都没有上报给核监管机构 OAEP。后来到了1999年 ，KSE 仓库的租赁到期。仓库里面的设备必须转移，因为这都是没有上报的，所以这些设备更加没有能够获得转移许可，都扔到了一个常年废弃的停车场里面。虽然那里有围栏，但因为年久失修，附近的居民早就可以随意进出，孩子们还经常在那里踢球，想想就后怕。按照道理来说， OAEP 每年都要对相关机构进行安全检查、资质审查等等，但时间一久，监管松懈，这些工作在平日里全部都得不到重视，监管程序也全都是漏洞，所以即使 KSE 手头上有另外的辐射源，他们也都一无所知，最终被不明真相的民众偷走售卖，酿成大祸。至于赔偿方面， KSE 公司被罚款了15000泰铢，这在当时也就不到3000块人民币，真的是可笑至极。这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后来经过集体诉讼，到了2003年，行政法院作出判决，命令 OAEP 赔偿大约100万人民币， KSE 赔偿了大约12万人民币。除此之外，许多民众还指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应急响应小组的专业程度实在是令人堪忧，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对待辐射问题，非常的不专业，全身上下也只戴了棉手套和面罩，使用的工具更是离谱，只有一根木棍，就在废金属堆中寻找放射性废物。所以说，大家也不要去指责那些收废品的人为什么看不懂警告标识了，就连所谓专业的应急小组，想必都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了，但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常识。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从辐射源处理难， OAEP 监管能力弱，未经批准擅自转移辐射源，安置地点缺少管控，民众看不懂警告标识，哪怕有一个环节能有人履职尽责，我想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吧。不过在整件事情当中，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就是该事故发生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重新评估了相关警告标志，更加直观易懂，避免了人们私自拆写。想想真是无奈，一个曾经用来治疗大量病人的工具，最终会因为人类的无知无畏，付出了这么多生命的代价，真的是太讽刺了。那么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小伙伴们对此次辐射泄露事故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那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可以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真的，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